如果一个人长期被 PUA 会变成什么样？有粉丝私信老黑，自己好像被 PUA 了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摆脱和判断。所以今天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 PUA 到底有多可怕。全程高能将会颠覆你的认知。当你遭遇 PUA 的第一个阶段，你遇到了一个不管是外表、语言、行为都很符合你要求的异性，跟他在一起，你总是对他好奇，并对他产生崇拜和爱慕的心理。当你遭遇 PUA 的第二个阶段，你发现这样一个完美的人背后，居然出现了颠覆你期望的一些属性，比如他要么很脆弱，要么经历过悲惨的过去，你的同情心一下子就被勾起，他的脆弱属性让你觉得你们之间的可能越来越大。当你遭遇 PUA 的第三个阶段，这个时候他开始时不时的透露出一些让你放弃他的言语暗示，比如你值得更好的人，别对我这么好，我习惯一个人了等等。而这些话就是为了让你生出责任感，让你主动且自愿的付出，然后对他告白。当你遭遇 PUA 的第四个阶段，此时你已经深陷在与他的关系当中，而他开始用语言暴力击垮你，抹杀你的自信，看似不经意的拿你跟以前对比，跟别人对比，让你觉得自己很糟糕。如果不是他，就没人会跟你在一起，让你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离不开他。当你遭遇 PUA 的第五个阶段，他已经完完全全的操控你了。因为这段感情你付出的更多，所以你因为沉没成本效应，也就是想避免自己的付出造成损失，而不理性的让自己沉溺于过去，所以不愿意摆脱这种关系，就这样一直被他打压。然而 PUA 的可怕之处还不止这些。如果一个人长期被 PUA 到底有多可怕？这是我国 PUA 第一案，北大才女包丽自杀案。2019年10月9号，北大法学院一名女大学生包丽吃下200颗安眠药，抢救4个月后无效身亡。高颜值高学历的包丽会自杀是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情。在别人眼里，包丽一直是个开朗的女孩，人也特别聪明。在2017年考上了北大法学院，并成为学校文艺部的干部，同时在学校也交到了一个优秀的男朋友穆林汉。穆林汉是学生会副主席，两人配的就像是小说里的男女主。然而包丽的死亡就是出现在穆林汉身上。交往初期，穆林汉对包丽温柔又体贴，让包丽对自己越来越依赖。然后在交往1年多的时候，穆林汉开启了 PUA 之路，先是拿出包丽不是处女这件事儿对包丽进行贬低。这件事儿穆林汉知道，但从未提过。在贬低包丽的同时，他又开始讽刺自己，说自己很重视包丽，却成为了接盘侠，这让包丽内心产生道德自责。然后穆林汉让包丽证明对自己的感情，让包丽在背上纹上了穆林汉的狗这一行字，并让他把自己的备注改成了主人。尽管这样，他还是说不相信包丽，让包丽做更极端的事儿，比如让包丽拍裸照给自己，让包丽怀上他的孩子，然后去打胎，让包丽做绝育手术，割下输卵管给自己，这让包丽严重的失去了自我。中途包丽也曾因为无法承受而提出分手，穆林汉就用割腕暴力来威胁，让包丽无法离开。在这种恐怖的凌辱下，包丽的心理防线最终崩溃，选择了自杀，甚至在死之前都觉得自己是灰暗的。难道遭遇了 PUA 真的无法摆脱了吗？长期遭遇 PUA 真的摆脱不了吗？这是一个曾经的 PUA 组织学院自曝的视频，他说只用5个陷阱就能够控制女性。第一个陷阱就是好奇陷阱，打造人设让女性好奇。第二步是探索陷阱，对女性展示自己脆弱的一面，让女性对自己产生保护欲。第三步是着迷陷阱，诱导女性主动跟自己表白。第4个陷阱是自尊摧毁陷阱，放大女生的任何一丁点毛病。这个学员举了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比如问女生吃饭了没，可能她说吃了，但她可能顺手说还没，这个时候就揪住这一个小错误，说女生对自己不诚实。最后一个陷阱就是情感虐待陷阱，这一步会使用暴力、诱骗等手段，让女性彻底失去独立意识，甚至把自己当成奴隶、宠物等。其实看完这5个陷阱之后，你会发现 PUA 并不难攻破。首先，你只要给自己定一个底线，不管是心理底线还是身体底线，在这个底线之上可以包容对方，一旦越过底线，就要坚定的要求自己放手。除了底线，还要学会给自己定期限，追人的期限、暧昧的期限，谁的时间都是金钱，不要跟一个人耗太久，努力很久还得不到就坚定的放手。最后就是允许自己做一个自私的人，永远不要内耗自己，而是要外耗别人，允许自己发生任何情绪，该生气生气，该难过难过，这都是你身体的防御机制在保护你。但是一旦出现这种情绪，那就是说明你该主动叫停这段关系和感情，将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。然后就是不要自己打压自己，每天告诉自己我没有任何问题，没有任何错误，我值得被善待。我是老黑，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由我来告诉你，欢迎评论、私信轰炸，咱们下期再见。